6000多年前，一个危机四伏的夜晚，火堆中一块骨头的爆裂声挽救了一条生命，也唤醒了人类的灵魂。那天晚上，黄河中游的庙底沟附近，部落巫师循着脆响扒开炭灰，借着火光，他看到一块废弃的猪肩胛骨上炸开了一道纵横交错的裂纹，纹路呈现出补字的形状。巫师无意间顺着纵纹指示的方向看过去，竟然发现一条毒蛇正悄无声息地爬向火堆边的部落首领。一场致命的危机，因为这偶然的裂纹被化解。但比保住性命更震撼的是，在这个充满未知和恐惧的时代，人类的大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狂妄的冲动。他们惊奇地发现，这看似毫无规律的物理裂纹好像与未知的命运走向有着某种关联。在后来的汉语里，那个纹路和那声清脆声音被固化成了一个字“卜”。从此，人类进入了一个神秘的未知领域，与神灵建立沟通。最初的沟通充满了令人绝望的随机性。巫师们盯着那些毫无规律的裂纹，试图从中读出生死攸关的指令，是丰收还是饥荒，是平安还是难产，是生存还是覆灭，每一个问题都决定着部落的生死。但未经加工的兽骨厚薄不一，直接投入火中，只会烧出十分杂乱的裂纹。在巫师看来，这些杂乱的纹路并非全部都是神谕，很多是没有意义的杂讯。为了听清神明的回答，人类不再被动地等待偶然。为了让裂纹更规整可控，巫师们发明了一套复杂的钻孔凿槽技术。他们在坚硬的兽骨背面耐心地钻出一个个深浅一致的圆坑和长槽，再用烧红的木炭去烫。他们试图用人造的物理手段去控制神明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具震撼力的文明演进。然而，随着部落联盟的不断扩大，生存的规则变了。以前的首领只关心明天去打猎吉还是凶，一条裂纹足以给出答案。但现在的首领面临的问题是，敌人的军队还有几天到达，这场大雨会持续几个月，这次出征需要征调多少人，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运转，纯粹的视觉占卜遇到了两个致命的缺陷。首先，无论巫师怎么钻凿，怎么灼烧，骨头上的裂纹只能回答是与否，它只能做定性分析，永远无法回答多少和何时这样的定量问题。其次，裂纹的随机性太过复杂，极度不可控。由于缺乏客观的标准，裂纹的解释权完全垄断在少数巫师的手里。巫师的直觉甚至当天的情绪成了神明意志的唯一代言。这种高度主观的系统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国家机器的精确决策。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一种新的辅助工具极其自然也是必然的被引入了古卜体系。大约5000年前，人们为了分配粮食、计算季节，开始熟练地使用草棍和竹签来计数，并聪明地摸索出了人类数学史上的终极密码——十进制。于是，一次伟大的技术联姻发生了。巫师们把这套用来计数的算草顺理成章地搬上了神圣的祭坛。在随后的上千年里，这两套系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并联关系。当一块昂贵的甲骨被烧出裂纹，定下了事情的吉凶之后，巫师立刻拿起手边的算草，通过一套复杂的算法去推算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日期或者牵扯的具体数量。骨头负责定性，算筹负责定量。这是一段漫长而枯燥的岁月，但正是这日复一日的推演，让一个惊人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巫师们慢慢发现，骨卜太娇贵了，寻找完美的骨头极难，钻凿耗费巨大的体力，而且火候一旦不对，
骨头烧成灰烬，所有的努力就全部白费。但是手里那把用来辅助计算的算草却截然不同。不管你用的是竹棍、树枝还是随手拔下的野草，只要你按照那套固定的数学步骤，一次次的分拣剔除，它每次都能稳定的输出一组确定的数字。这种稳定性来自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算筹遵循固定的数学步骤，不受火候、骨质甚至巫师情绪的影响。它是纯粹的、可重复的、客观的。从此，在那些来不及准备骨头的紧急时刻，比如在野外或遇到突发事件，人们开始尝试跳过烧骨头的环节，直接用一把算草通过运算来预测未来。他们逐渐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特定的数字组合往往与特定的事件相关联。这不是神明的启示，而是统计学的初萌。算草就这样从一个辅助计算工具自然演化成了独立的预测系统。最初，这套算法十分接地气，任何方便计数的草棍都可以拿来运算。但随着这套数学占卜越来越准，甚至开始取代古卜的地位时，为了不失去这套系统的神秘感和敬畏感，统治阶级为他寻找了一种专属的神圣载体。最终，他们选中了湿草。在出土的甲骨文残片中，考古学家发现，在那些焦灼的裂纹旁边，除了文字，还经常刻着诸如786、168、168这样奇怪的数字串。这些数字串大多数都是以3个数或者6个数的组合出现的。然而，这套由草棍和数字构成的预测系统很快面临着记录的危机。到了西周早期，社会从王室集权转向诸侯分封，天下格局大变。占卜不再是少数大巫师的专利，而是成百上千的中下层决策者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常工具。信息量爆炸了。虽然数字卦的算法极其客观稳定，但为了事后验证和建立档案，史官们必须把每一次占卜的结果，那些168、7866的数字串，永久地刻写在昂贵的青铜礼器或坚硬的甲骨上。这依然是一种极其沉重的物理负担。为了追求极致的记录效率，一场伟大的数据压缩发生了。在日复一日的记录中，史官们总结发现了一个极简规律：无论算出的数字多么复杂，归根结底，它们只有2种状态，奇数或者偶数。在反复拆分这些数字的过程中，古人隐约触摸到了一个更深邃的本质原理：一，本来就代表着初始，是天地间所有数字的绝对根源。而当你把这个初始完整的一从中分裂开，它就变成了2。再往下推演，天下所有更庞大、更复杂的数字，其实都只是在1和2这个最基础的基数之上不断叠加、拆分、组合出来的无穷变化。奇数代表着完整与初始被简化为一根连贯的横线，偶数代表着分裂与衍生，被简化为从中间断开的2段短横。此时，你的脑海中可能会弹出一个无比熟悉的名字——伏羲。在那个流传了数千年的神话里，是这位人文始祖在8000年前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八卦。但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远古的泥泞中，就会发现这个神话在逻辑上根本无法存活。8000年前的伏羲时代，虽然人类已经开始了早期的定居和农耕，但那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刀耕火种时代。人们每天依然在生死线上挣扎，在那种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尚不具备安稳的坐下来，对着星空进行深度哲学思考的物理条件。真正的思想跃迁必须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直到6000年前，人类进入了定居的农耕时代。
生活相对安定了，但也带来了新的系统性焦虑。种子何时播撒，雨季何时到来？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农作物，人类才迫切需要预测未来，这才有了看着篝火中骨头裂纹陷入沉思的契机。让我们跳过漫长而混乱的史前时代。此时的周人刚刚推翻了强大的商朝，他们接手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及商朝王室留下的海量甲骨档案。面对这些堆积如山的骨片，周代的决策者们陷入了一个现实的困境。商朝人为了预测吉凶，不仅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去钻凿牛骨，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他们甚至差点把中原地区的龟类烧绝种了。这种极度浪费的占卜方式，对于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的周朝来说，在经济上是根本不可承受的。然而，作为当时最高级别的神圣仪式，古卜不可能被瞬间废除。于是，在周代早中期的国家档案馆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双轨制。遇到重大的国家祭祀，周人依然会使用昂贵的龟甲，但在面对海量的日常的行政决策时，他们开始大幅度削减古卜的规模，将重心倾斜向那种廉价高效用草棍计算的试法。正是在这种长期的高频的日常运算中，史官们开始对过去几百年的占卜数据进行疯狂的总结和归纳。当周人确立了奇数、偶数的基础符号后，一场长达数百年的代码转换工程开始了。史官们开始将那些古老的数字串逐一替换成新的符号。让我们来看两个考古案例。在出土的远古骨片上曾发现过786这样3个一组的数字。按照古人从下往上记录的习惯，7是奇数，8和6是偶数。于是786这串数字就变成了一个最底下是长线，上面是2根断线的图形。这就是震卦，代表着雷霆。这种组合只有8种状态。考古学家在殷墟和周原的遗址中多次发现过类似766766这样的6位数字串。史官们用同样的方法将其自下而上翻译奇偶偶奇偶偶，2个震卦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拥有6位组合的全新图形。通过这种数学上的排列组合，这2个基础符号奇和偶在6位组合的空间里恰好能组合出64种不同的形态，一套完整严密的推演体系就这样在周人的案头悄然成型。不过带有系统卦辞、爻辞的完整文本形态要到战国时期才逐步成熟固定。总之，并非先有8卦再发明64卦，而64是数学上必然的结果。更惊人的是，古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西汉易学家焦延寿进一步把64卦自成，让每一个卦都可以变成另外64个支卦，总共形成了64乘64，共4096种变化组合。这相当于把原本的64种基础形态扩展成了一个更加庞大、更加精细的预测数据库。从此，占卜者面对复杂的人生境遇时，有了远比单一64卦更丰富的参考框架。此时，你可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疑问，等等，这和我们听到的故事又不一样了。不应该是周文王推演出了64卦吗？这是一个流传了3000年的完美神话。但如果我们用常识去推敲，就会发现它在逻辑上根本无法成立。首先，一个涵盖万物、包含64个分类的庞大系统，绝不可能是一个人在监狱里凭空捏造出来的，它需要几代人、数百年的数据积累。事实上，完善的64卦体系要在周文王死后几百年才真正成熟。更致命的常识漏洞在于，作为一个囚徒，他不可能阅读到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占卜档案。
或许文王在这7年中，从周的少量甲骨记录中总结，并给了后人一些启发。时间来到战国时期，周易体系终于大成。此时，我们回望古籍中著名的3易传说，连山、归藏、周易，结合之前的考古推演，真相其实很冷酷。卦象在西周末期才确立，夏商时代即使有连山归藏，也只能是原始的数字卦。周易之所以能胜出，是因为它在周代史官手中完成了从纯数字到抽象符号再到文字判词的跨越，最终演变成了一部文明法典。随着周易的成熟，统治了先民数千年的古卜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最后一块龟甲在火堆中爆裂，一把枯干的尸草正式取代了昂贵的龟甲，成为沟通天地的唯一媒介。人们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套繁琐充满仪式感的大演示法是从远古3皇5帝时期就流传下来的上古神迹。其实大演这个宏大的宇宙学概念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古老。在周代早中期的日常占卜中，史官们手中的算草可能并没有严格的根数限制，那时的运算更偏向于一种纯粹的数学概率提取。直到战国晚期，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全面兴起，以及汉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学者们迫切需要为这套运算系统赋予一个严密的宇宙论基础。正是在这个时期，大演示法才真正被确立并定型50根尸草，象征着天地万物的本源，抽去一根不用，象征着太极。古人宣称这是为了模拟宇宙的演化，但事实的真相可能极其冷酷，这根本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初始设定，而是数学上的迫不得已。因为如果不抽掉这一根，这套求取奇偶的算法引擎就彻底崩溃了。为了掩盖这个算法的限制，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极其聪明地借用了当时老子《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的宏大宇宙观。他们把那根被迫闲置的尸草包装成了万物的本源太极。所谓遁去的一，或许只是古人借用老子的思想为算法的漏洞打上的一个最完美的哲学补丁。而太极这个概念和大演示法几乎是同步出现的。面对如此庞大的周易系统，是谁第一个看透了背后的奥秘？老子作为周朝的国家档案馆馆长，掌握着过去1000多年的秘密档案，看着海量的奇偶线条与国家兴衰的循环，他看透了数据的尽头。某种程度上，5000字的《道德经》就是老子对周易这套密码写下的白话版翻译。周易用卦象推演吉凶交替，老子便写下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周易用长短线条记录奇偶，老子便将其升华为万物负阴而抱阳。正是受了老子这种宇宙观的启发，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才正式将这2根数学线条命名为阴爻与阳爻。当我们翻开易经，几乎都会在最显眼的位置看到2幅神秘的黑白点阵图，河图与洛书。在流传千古的神话中，8000年前，伏羲在黄河边看到一匹龙马浮出水面，背上背着河图，于是他悟出了宇宙法则，画出了八卦。而4000年前，大禹在洛水治水时，一只神龟浮出水面，背上驮着洛书，于是他定下了天下的9种大法。这是一个神圣的故事，但如果我们用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去审视它，就会发现一个无法回避的时间线悖论。只要你仔细观察这2幅图，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强烈的配套感。河图是10个数，强调的是五行生成，代表宇宙的本源与静态平衡。洛书是9个数，强调的是9宫运转，代表宇宙的动态循环。它们就像是一雌一雄，一体两面的设计。
这种高度统一的数学美感和矩阵思维，显然是同一时期、同一套成熟审美体系下的产物。如果让它们相隔了4000年，有2个不同物种在不同水域献给圣人，那有点太过牵强。另一个史学漏洞在于，这2幅图的内核是严密的5行生克理论，而金木水火土作为一套成熟的哲学系统，要到战国时期才真正诞生。如果说伏羲是先看懂了复杂的河图矩阵，才画出了最基础的八卦符号，这就好比说古人是先学会了微积分，然后才学会了基本的加减法。这在人类认知的演化规律上是彻底的本末倒置。那么这2幅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在史书中寻找，会发现一个诡异的2000年的空白。虽然在《尚书》《论语》等先秦古籍中出现过河图洛书这4个字，但那时的语境只是指代某种远古的祥瑞异宝。在从西周到北宋这长达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没有任何一本官方文献，没有任何一次考古发掘记录过我们今天看到的这2幅黑白点阵图。直到北宋初年，镜头才终于定格。在那个理学兴起、思想极其活跃的时代，以陈抟为代表的宋代学者们正伏在案头，面对着古老易经中那些抽象的卦象和数字，苦苦思索。他们正在做一项伟大的学术工作，试图为易经这套庞大的预测系统寻找一个完美的数学解释，构建一个能够涵盖宇宙万物的模型。于是他们进行了一场惊人的逆向工程。他们提取了东汉的数学成果，将3阶换方画成了黑白点阵，这便是洛书，将战国时期对5行生成术的研究总结封装成了河图。这2幅图的发明极其伟大，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数学与哲学结合的最高巅峰。为了让这套完美的数学模型拥有无可辩驳的合法性，宋代学者们将这2幅图与古籍中那个失传已久的传说河图洛书绑定在了一起，并宣布这就是远古圣人伏羲和大禹亲眼看到的宇宙原本。伏羲就这样成为了这套演化了数千年的系统的品牌创始人。在宋代学者的书房里，当河图与洛书的数学矩阵被构建出来之后，这场跨越1000年的系统升级迎来了它最辉煌的终极之作。后世的我们对一个符号绝对不会陌生，太极图。那个首尾相连、黑白交融的阴阳鱼几乎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终极图腾。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太极图是早于易经之前，甚至比阴阳两爻还要古老的宇宙源头。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神话更加震撼。在长达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商朝的甲骨、西周的青铜器，还是汉代的竹简上，太极图从未出现过。它的真正缔造者依然是那位隐居在华山的北宋奇人陈抟，以及随后跟进的周敦颐等理学大师。它不是易经的起点，而是这套系统在演化了4000年后被后人补上的世界观大模型。但如果你以为这个完美的阴阳鱼仅仅是宋代大儒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哲学艺术画，那你就太低估这套系统的数学严密性了。今天让我们用现代计算机的视角做一次震撼的数据可视化还原。回到这套系统的基础阴与阳，当把它们两组合后，出现了4象：老阴、少阳、少阴、老阳。如果我们将这4个基础状态按照数值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在一个圆形的坐标系中，此时这个圆的分辨率极低，只有4个像素点。那条分割黑色与白色的边界线是一条生硬粗糙的阶梯状折线。
在先天八卦图中变成了3层组合，圆盘的分辨率提高到了8个像素。此时，那条生硬的阶梯折线开始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弯曲，继续扩容到先天64卦，增加到了6层组合，从最下方的坤卦顺着圆周一步步进行严密的2进制加法，一直递增到最顶端的乾卦。此时，圆盘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64个数值色块。随着数据的细腻过渡，那条黑白边界线上的锯齿被大幅度抹平，一条清晰的 S 曲线已经跃然于图纸之上。回想一下西汉焦延寿的4096卦，在这种极高分辨率下，所有的像素锯齿被彻底抹平，那条分割黑白的边界线弯曲成了一条绝对平滑的 S 型曲线。那个流传千古、被蒙上无数玄学面纱的太极图，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一张高分辨率极坐标面积图。宋代的学者们用这个完美的圆形，将原本离散的阴阳两爻八卦矩阵，无缝地糅合进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界面之中。它不仅在哲学上解释了宇宙的生灭，更在数学上为这套演化了数千年的逻辑画出了一张最华丽的图纸。然而，在后世的流传中，总有一种看似科学的声音在试图为太极图的上古起源辩护。这种观点认为，太极图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哲学，而是远古先民在黄河流域通过记录1年24节气的日影长度变化，把这些日影长度连起来，刚好就是一个完美的 S 型曲线。听起来似乎合理，但只要我们去进行一次推导，就会发现这恰恰是一个惊人的逻辑反杀。首先，西周时期仅仅是插一根木棍，用来粗略地测定影子最长的冬至和影子最短的夏至，以此来指导农业播种。如果你只记录几个孤立的节气，把这些影子的端点连起来，你得到的最多是一个带有棱角的粗糙的多边形。要想画出太极图中间那条丝滑完美的 S 型曲线，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套精密的规表，你需要一整套成熟的连续函数思维，你需要将1年365天的日影数据精确地映射到一个极坐标系中。而更致命的时间线硬伤在于，哪怕是完整精确的24节气概念，也要到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中才真正定型。至此，这套名为《周易》的庞大系统终于完成了它所有的物理搭建与视觉包装。当我们拂去神明的虚光，我们看到的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壮丽的一场认知跃迁。易的伟大从来不在于它能否精准地算出明天的吉凶，而是它塑造了整个华夏文明的基因。这套运行了6000年的远古系统，使我们明白否极泰来，让我们相信物极必反。我们下期再见。